通过翻译克兰特的作品吧，有一种切肤感，揭示女性真相的时刻。我吃了多少苦呀，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，但是我都挺住了，我没有让他们任何一个人沉沦下去。我是陈英，这一整个都是我翻译的书。是21年得了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颁布的一个骑士勋章。我的天呐，你有17年出版的，在这里面女性友谊被挖掘的这么的丰富，两个人互相竞争啊，互相帮助，非常深刻的一种爱的吸引。作为文学题材都是特别新的一个东西嘛。闺蜜是闺房的还是一个封闭的关系，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词。我们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叙事，女性友谊就是一个像男性友谊一样一个公开的社会层面的一个东西。她的性爱描写就是梦幻般的描写，全部给过滤了，赤裸裸的描写，不适感。关于这个就生育的问题，面对自己的身体在发生变形过去的叙事都在描述这个事情多幸福呀，多阳光呀。兰特就把这个一下全部撕裂了，把他的那种恶心感全描写出来了。有好多姑娘都跟我说从这个小说里面汲取了一些力量。你比如说继续学习啊，我说我读了研究生，我考上了，然后我读了博士，我当时就觉得好高兴啊。通过文字影响到1、2个人3、4个人，还是你有价值感在里头的呀。工作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。早上我差不多就5点半起来了，开始做翻译啊，写文章啊，精确到每一天从第几页到第几页，3、4个小时吧。中间会提出一个 stop 那样。人家小时候都觉得我要长得漂亮，我都觉得我一定要脑子聪明。在家里面连一张书桌都没有。有一个叔叔他在那个文化站工作，淘汰的很多杂志呀，然后他就给我运回来了给我看，整天钻到房间里面看这些书。周围的环境对你有些要求，女孩子可能不要念书念得太久。我妈虽然她没有念书，会提出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到了北京上研究生的时候，看《第二性》，意大利的女作家的作品，法拉奇什么的，自我解放也需要理论支撑。跳出那个性别框架之外，就很开心，发现夫妻都畅通一些，穿衣服行为举止没有任何设限了。就是整个研究生阶段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在家教，在工厂里面，还有经常会出去做口译。的确工资还可以嘛，所以可以攒到一些钱供我妹读书。沃尔夫说要一个人自己的房间嘛，跟我内心的一个长久的渴望就相连了，然后我就给自己买了个房子。我的2西红柿每次长出来就被我吃掉了。我自己还是挺本能上的一种女性主义者吧，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而已。我有几十年都没有电视，差不多8点9点的时候就关机了，然后就开始读书，相当于每天晚上都有人跟你聊天，有新的老的死的活的都有。在任何时代，我觉得有一张安静的书桌都不容易，自己要去创造这样一种条件。一般都会问你为什么不生孩子呀，其实是特别不正义的一个问题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这棵树长得挺好的，你说伐下来做个桌子挺好的，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眼光去看你，但是那个树肯定觉得自己不是杵到那儿不是做桌子的。有些人都觉得我做母亲真好，但是你就觉得你不是那个料。你就像我的运动一样，我就喜欢骑自行车，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。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就是战斗。我要去做一件事情，你是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。比如说我现在忙的还赶那个博士论文呢，在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。说你怎么不回家做饭呀？我不能一边又打仗一边去做饭呀。10几年前吧，我就想一个人也要有一个图腾，然后我的图腾就定为壁虎。它首先是无害的，非常有耐心，在等待自己的文字经过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为了自由，它会舍弃自己的尾巴。独立的生活，独立的空间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。这场战争其实一直在继续，就阻止别人妨碍我做自己的一场战争。